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来聊世界魔将商店都可以换些什么。魔将商店一个赛季只会刷新一次，也就是1个月才更新一次，这应该是3换最久才刷新新的一个商店了。让我们先来看看，在这1个月里，我们究竟可以拿多少伏魔令，在商店里换取多少资源。首先是每日任务，这里我们每天可以拿1400伏魔令。由于周日休战，我们就以4轮24天来计算，总共可以获得33600伏魔令。每日军团结算，我们就以9到16名的排名奖励800伏魔令为准来计算，24天总共可获得19200伏魔令。接下来是赛季结算奖励，个人排行奖励，我们就以11名后的最低排行奖励2500伏魔令为准来计算。军团排行奖励，我们就以6到10名的排行奖励2500伏魔令为准来计算。赛季奖励这里一共可获得5000伏魔令，总结整个赛季，我们最少也可以拿到57800或以上的伏魔令。来到商店这里，最优先要购买的肯定是9州顶碎片，这是第一个军团风物质，这里也是唯一的碎片来源。9州顶增加的是全体5将伤害增加和减免，简单粗暴又好用。最重要的还是光环，这里可以提供的世界魔将和攻城战玩法的全体武将最终增减伤提升，这2个目前都是游戏里最重要的军团玩法。另一个必买的是洛书令和9宫令，风物质有多重要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够用的道具。买完9州顶碎片、洛书令和9宫令后，其实就已经消耗掉46000的伏魔令，只剩下11800，还能再换点零碎的东西。SP 碎片6选1，目前陆服还活着的 SP 就只有孙尚香和吕布。如果这2只 SP 还没有满星就可以拿，如果都满了就不建议换 SP 碎片了。假设换了 SP 碎片，那么也就只剩下5800伏魔令可以继续换东西。最后可以在换星和祈福铜钱之间做选择，换星因为活动加速的关系，目前真的是大缺。我现在连买龙魂的换星都没有了，所以有缺的可以加减补一点。祈福铜钱因为现在终于开放了风物星辉，所以能获得的分量也比以前更多了一些。不过整体来说，目前的缺口还是很大，所以不缺换星的也可以继续换祈福铜钱。最后也来评价下其他资源，战国武将碎片属于有爱就拿，毕竟不知道官方什么时候才会复刻。至于战国武将是否有机会上场，很大概率只是收藏用，不过我个人对于真田幸村还是会有一些期待的。对于新区的玩家来说，如果你的神兵和专武还缺很多，那么还是可以考虑买一点来加速的，其他资源就没有兑换的必要了。这边也来顺道说说新加入的积分商店可以换些什么。积分商店的最大奖当然就是折扣的随机 SSR 将魂，不需要花换星又可以多一个将魂来源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但由于积分只能从招募 SP、PU 和远征池里获得，来源非常有限，所以大家要按自己能拿的积分来安排买什么。先保证你能买完每周的折扣将魂，有多余的积分才去买其他东西。老区玩家如果有余，建议还是继续以将魂为主。至于新区玩家，能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就按自己的需要来买就好。最后再来给大家一个数据，世界魔将最后一关其实也不难打，目前看到的最低标准是，只要有5800的剑气值就可以打满分了。5800剑气值只需要31级击剑台，大概是120个 PU 左右。这个难度并不高，即使是无氪玩家也可以完成。这么一来野怪也就没有必要打了，大家只需要全力打城池就好。野怪就和汉中的扰乱一样，完全没有用，顶多只是用来在通关后让你还有东西可以打，继续拿积分而已。通关后，在大家都拿一样积分的情况下，后续也只是维持分数的作用而已。除非当中有人退坑，分数才会有所差别。整体来说，这个活动还算不错，比的是人数和活跃，完全和战力无关。虽然活动对抽取数有要求，但门槛其实也不高。
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每期远征都会抽，那就把专武卷、三顾卷、善灵卷都存一存，到时再拿来补就行。虽然抽 SP 和灵宠也有高分数，但只有远征5将是在赛季开始就可以抽了拿分数，所以远征才是最重要的卡池，大家记得要好好安排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